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好，讓我們一起來認一下今天的嘉賓，請開門。首先要療癒的是本期第一對情感嘉賓小徐，24歲，來自山東，待業；小韓，21歲，來自山東，待業。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你們之間是什麼關係？我們也就是朋友之上，戀人之下吧。我只是捨不得我這4年的感情而已。雖然我們之間分分合合，但她在我心裡一直是我女朋友，我還是很愛她的。你今天為什麼而來？我現在太慌了，我就想把她追回來。她能再給我一次機會嗎？我憑什麼要給她機會？誰讓她不珍惜我的？她次次保證，屢教不改，我還能再相信她嗎？怎麼回事啊？怎麼求復合了？就是我老是跟她保證的很多次，但是沒有做到她心裡達到的預期。我們談了4年了，前3年的時候我們很好很好的，但是最後1年我们異地了。她答應我異地的時候我們要保證報備，然後還有我們要尊重對方，理解對方。但是她越來越敷衍我，她不是做的那種高危險的行業嘛，然後就比較擔心她。有一次她手機進水了，我4個小時沒有聯繫上她，我就給她朋友打電話，結果她不但不理解我擔心她，反而還怪我老是騷擾她的朋友。她老是給我朋友蹦電話，人家也有人家的工作嘛。人家都說我臉上了，說你對象又找你了，我就很煩啊。當時那這次是真掉水裡了哈。哦，是的，還是有情可原。有一次他跟我說他下班回宿舍了，結果他根本就沒有回宿舍，直接消失了。是我又給他朋友打電話，然後才知道他出去吃飯了。接視頻的時候，他旁邊還有一個女同學的包。我問他你旁邊是不是有女生？他說沒有。那你是和男生吃飯還是女生吃飯呀？和男生還有一個女生，但是他朋友。那你說一聲不就得了嗎？感覺沒有告知他的義務。那律師，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告知我的義務呢？這可難了。我先問你，覺得有義務嗎？我覺得有，但是我要很遺憾告訴你，從法律上來講，戀愛關係中誰也沒有權利要求對方隨時報備自己的行蹤。那這是2件事了，還有更嚴重的事嗎？哦，有。這個事發生之後，他說他想我了，我就去找他了。然後他說他再也不會這樣了。我回來之後確實做了2天，結果他又消失了。有一次他假裝回宿舍了，他裝模作樣給我打視頻，在床上就拿手機這麼照他自己，我讓他動一下就不動。我就知道他肯定沒在宿舍，我就問他，一直逼問他。後來我才知道他去了他朋友的對象那裡住。那天就是下班之後，他邀請我去喝酒，喝的挺多的，就是，然後就是不想回來了，尋思到第2天我倆一塊兒回去。反正這個事就做得我特別傷心，情緒直接崩潰了。因為他說特別狠，他就說我就這樣怎麼了？關機了，睡覺了，就真的直接關機了。那我當時不是也為了你不幹了嗎？放棄這個工作，回到你身邊了。是，他確實回到我身邊了，但是回來之後我倆在一塊兒喝酒，他說我就實話跟你說吧，當時那個女孩其實看上的是我，說她是為了我而守身如玉了。就我們當時一塊兒喝酒，當時比較聊得來嘛，他們也不是对象關係，就看上我怎麼了？他就這樣說。我倆要是有事的話，我還回去找你幹嘛？就老是這樣說。哎，你說他關機不報備不聽話，反正還有點讓你猜忌的地方，你不是都不理他了嗎？你幹嘛又原諒他呀？我就放不下這4年的感情。他求你了嗎？或者他保證什麼了嗎？保證了。你保證啥了？保證下次再也不會了，下次保證給你報備發信息。每次都保證嗎？每次這樣。然後你生氣一次，他保證一次，对，你原諒一次。對。但問題是他的保證兌現了嗎？沒有。所以你看，保證哥和原諒姐在一個死循環裡來回的旋轉。那現在呢，又啥情況？回來之後有一次他又消失了，這次直接消失了更久，1下午加1晚上。我給他媽打電話，他媽說他出去喝酒了，但我知道他在老家只有一個朋友那裡可以去，我就直接去他朋友那裡，我就直接急眼了，因為太過分了，我就不想給他面子了。結果他還讓他朋友幫他撒謊，說他沒有在我這裡，然後我去他家找他，他倆還給我裝模作樣不給我開門，是他朋友的對象回來了才給我開門，我當時就急眼了。他自己還慌慌張張的，下去還想冲动打我呢。我這好不容易回他老家，又不是在外地了，想見面10分8分鐘的，你就這樣也和你報備沒有任何關係，你就騎車子上廁所，你都拥有5分鐘跟我說。好長時間不見面了，喝多點怎麼了？高興啊！我真的不想跟你吵。不，那你保證啥嗎？一性情就是拋之腦後了就。那你幹嘛原諒他？他反正保證都不兌現，你這一次沒原諒他了。來，男生來講講吧，你這2個月都做了什麼努力，對吧？想讓女生繼續理你啊？
就是一直给他打電話嘛，給他道歉。就他不是一直給我打電話找我嗎？然後我不見他，後來有段時間他突然不聯繫我了，然後就說要不我給你主動打一個電話吧，就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我就說要不咱倆出來見一面嘛，結果人家他不見我了。那你咋不見了？這不是好容易人家同意見你了嗎？我就是想報復他一下嘛。那又何必呢？但是後來我們就是兩個人又見面了，見面之後，結果他一求我，我說我再給他最後一次機會，我就原諒他了，然後帶他一塊去了外地發展。但是我去了外地之後，他先上的班嘛，我還沒上班呢，我就自己在家裡的時候老是胡思亂想，覺得他之前這麼對我，真的好傷心啊。你那是跟我好好的去北京嘛，去了沒2天把我自己扔在那兒了。就是你心裡越想越氣。對，本來原諒了，是，又決定不原諒了，是，就走了。對，然後後來的時候，他不是在那個加油站上班嘛，碰到一個小女孩，他拿那個小女孩來激我，讓那個小女孩給我打電話，說這是他對象。哎，你是真的和人家那個女同事有點什麼，還是沒？當時就是玩的關係挺好的啊。他不是把我扔在那兒半個多月嘛，當時我上班都上不下去了，但是就是慢慢的對他也是有點淡忘了那種感覺，就是想跟那個朋友也想發展一下。你也沒那麼深情啊。哦，在這個情況下，你去又找他了是吧？是的。那個旁支那個出來的那個小姑娘，這事兒怎麼解決的呀？就是我去找他之後，當時很傷心嘛，我就看聊天記錄，結果他跟那個女孩說了一些，就是我倆談了這麼久，從來沒有跟我說過的關心的話，好傷心。當時我就是傷心那個勁兒，我就越想把他爭回來，然後又給他說和好，就求了他2天。那後來怎麼又在一起了呢？後來之後就是說他讓我滾，他讓我離開北京，我当时就給他郑重的說，我说我再問你一次，你要是想跟我好好的，咱倆就好好的，誰都別提之前的事了。他說不想。那你為什麼還留着呢？我不留了，我走了。我走了之後，我有我自己正常的生活了，我開始好好上班，結果他又回來打擾我。那個女孩不陪着他了，他又想起我來了。就在我看來，老師你知道嗎？就是誰陪着他愛誰，誰陪着他喜歡誰。也就是說，他被那個女生拋了。就是那個女孩沒有拋，就是他倆異地了。那你是受救禍的，你又接收了？我沒有接受。他說咱倆就當朋友吧。他拿朋友來跟我說事兒。然後當朋友之後啊，他就做得特別好，他就開始給我天天發微信什麼的，又對我噓寒問暖。我覺得可能之前那個男的回來了，我就相信他了。信他之後，我後來才發現。他那個女孩根本就沒有刪，他一邊給我說復合，一邊給那個女孩還藕斷絲連着。再解釋一下吧，男生。當時就是有點新鮮感上頭了嘛。哎呦，就是哎，你們說出自己的這些背叛行為啊，或者是思想開小差啊，你就好像特正常，我就這樣，我新鮮感特別坦然。哎呦，我的天呀！後來感覺心動是本能，心定才是選擇。那你這一次為什麼又要挽留他呢？忘不了他還是？你和那女孩呢？分手了嗎？分了，就是那女孩是讓我逼分的，也不是她主動分的。也就是說，他跟你復合的時候，其實他和那個女生還好着呢。對，哎呀，我三觀都被你們攪混亂了。那現在的情況呢？就是最後他倆也散了，但是你也不願意跟他復合了，是嗎？对，但是我就老是捨不得我之間感情。他之前的時候特別好，就是掙的錢啊什麼的都給我。現在給嗎？現在我倆沒和好，他給我幹啥？啊，所以男生是因為現在覺得好像抓不住女生了，以前好像自己即便關機呀、失聯呀，女生還在你身邊，即便你有新鮮感，在外邊可能和別人有一些關係，他也沒離開你。但今天覺得人家是真要離開你了，是嗎？對的，我真的想離開他，真的不想和好了。那你別來就得了唄。但是說實話，心裡確實是放不下，這麼久了。他就吃準這一點，知道你捨不得。行吧，那今天是我們的保證哥來求復合的哈，保證了無數次。今天又沒啥保證啊？今天就是保證我以後好好的。你既然想保證，那我想問一下律師，他能不能寫一句保證書呢？比如說保證不出軌。你们倆就簽了協議，在法律上也無效。那什麼樣的保證才能對我？可以保證，你比如說這個財產、債務、共同經營這些法律干預的。所以，即便他給你寫了保證書，簽了字，也是無效的。保證哥，今天的保證是否能夠得到我們不斷原諒的這位原諒姐今天的原諒？我覺得值得你們思考。即便今天我們達成了一致，日後的生活又該怎麼過？我們看看老師們有什麼建議吧。你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原諒姐，您竟然對這樣的一個男生還抱有一絲希望，他的保證承諾，那充滿的是通貨膨脹啊！
你認為你能信嗎？我聽你們的講述，我都能夠感受到，你們這段感情對你而言，那就是鈍刀割肉，痛了很久了呀。你應該看清楚這一個人的真相了呀。您居然會屢次的信任，屢次的復合，你尊重過自己嗎？我真心的勸你，趕緊和這個男生分手。好男人，這個世界上一大把。謝謝。我不看好你们的結果。先說男士吧，我覺得你主要的問題是邊界感缺失和不成熟。第二個層面是這樣的，你腳踏兩隻船啊，最後往往是一場空。其實你傷害了2個女孩子，同時也傷害了自己。再犯原諒，又再犯又原諒，你們在整個過程中是很撕裂的。剛才你們說到了簽協議，想約束對方，但實際上你們有沒有想過，一段感情走到現在要靠查崗，要靠到朋友去求證，還要簽協議，其實這個感情啊已經都很淡了。你即使有了協議，你們也会把它破壞掉。所以說你現在不是叫保證哥，你叫違約哥，保證一次又違約了，保證一次又違約了。我要跟女生說的是吧？你剛才說了很多次，你說就是因為我付出了這麼多，付出了4年，所以我放不下。實際上你應該及時止損。你現在放不下，你將來吃大虧。為什麼剛才我開玩笑起了叫這個原諒姐哈？狠話特別會說，狠事兒一件不做，心太軟。愛自己的人是立場堅定的人，不是只會說狠話，做不出來狠事兒的人。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他就永遠拿捏你。我就是因為之前做不到，所以說他一直在拿捏我。对呀，基于我老是单方面付出，就是付出了太多，所以說是不甘心。但是從今天開始我不會了。你這個話說了有1年了吧？哦，是的，說了有4年了。4年了，一個真的想朝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告別過去的人是不會拿出一句話反反复复說。你越說，他心裡越知道。你看他這話說4年了，他做不到。咱不說了行嗎？咱開始做行嗎？可以。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先去做自己現在能做的、擅長的、可控的事兒。你能控制了它嗎？控制不了。有時候我就感覺，好，你告訴我，你能控制什麼？我能控制我自己。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你的工作你能去做嗎？能。每天腦子裡多裝一點工作的事兒，多學習一點。你要先去做自己能控制、掌控的事兒，才能慢慢脫離他對你的控制。我覺得男生真的讓我看挺可怕的，這個人，就是他認知，那我就是喜歡別人了，他有新鮮感，我也沒有不要你啊，那新鮮感過了，我還回你身邊唄。說的大言不慚，就是這樣說的。他沒覺得自己有錯，你知道嗎？這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們不要和一個認知和我們有非常大出入的人在一起。我們不要和一個三觀這麼不正的人去拉扯，拉扯什麼呢？拉扯消耗都是你自己的那份真心。所以我勸你們分手吧，不要彼此耽誤，也不要彼此折磨啊！女生你也不要再因為他跟別的女孩好了，你佔有欲上來了，就說不行，你們非要分，你們不適合就及時分開，這樣都是對彼此最好的選擇。謝謝。男的這兒呢，捨不得啊；女的這兒呢，放不下。啊，然後嘴上嚷嚷着，這畢竟4年的感情了，這叫什麼？這叫沉沒成本，一直都是因為過去的一些東西所累，導致現在捨不得放不下。你們之間愛已經沒剩多少了，還想着簽什麼協議啊，做什麼保證，有什麼用呢？沒用啊！這種叫強制性的行為。但是愛是什麼？雙方自願跟彼此待在一塊兒。我跟你在一塊兒很開心，我願意跟你分享我的所有，這個基礎都沒有，強制有什麼用呢？強制最後的結果就是你也不開心，他也不開心。對，一段感情讓2個人都不快樂，何必呢？然後再有一點啊，就是給女方一個建議吧，也是送給你一句話，就很多時候看似啊，你想去查崗他或者控制他啊，但是當你越是這樣的時候，你越會被他的一言一行所影響，影響到你的情緒，影響到身心健康。
影響你們倆接下来的關係。好好想一想，要不要继續？謝謝西大。觀眾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來解決情感問題啊，有個特別簡單的方法，我們在微信公眾號呢搜索西大，然後添加關注。那別忘了回復"愛情保衛戰"幾個字，您會得到我們的粉絲專享禮，為您的愛情保駕護航。你們兩個人站在這個台上去講述，聽起來好像是一場關於信任與忠誠的探討，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身不由己，而是在於情難自禁。這個男孩子他太容易動情了，我們見過浪子回頭，也見過歷經情關之後再一次重新做出最初的選擇。不是說遇見難題，遇見曾經的不信任，再重新聚首就過不好後面的餘生，而是說我們得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會歷經了這麼多還能過好，而有些人在經歷的過程當中就已經彼此之間傷得遍體鱗傷了。我覺得不妨用這樣的一種方式給你們回答。在不信任當中保持信任是清醒，清醒的知道自己要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但是在信任當中保持不信任是一种消耗，是一场双方都会覆滅的一場選擇。所以信任和不信任從來都是相對存在的，如果能在這段感情當中解決掉它，那就試着去看看自己到底要做一種什麼樣的選擇。在你們剛才的這一段交流當中和陳述裡，我聽到的都是說他曾經怎麼樣，他曾經怎麼樣，都在往後看，往回頭看。如果真正是在对一段感情認認真真的要給他一個句號也好，或者逗號也好，你們應該做到的是往前看。但是我剛才確實說了兩個命題很難，一個是讓信任和不信任並存，一個是讓原諒的力量在自己的內心去做生長。這一切的前提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要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這很難的。所以你看，原諒其實是一種消耗啊，包容是一種力量。那你還能不能原諒？有沒有包容的力量？看你們自己選擇了，好吧？我們請兩位回到各自的門後，請回。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在每天晚上的8點到10點呢，我們的情感導師會來到直播間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機會連麥互動。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呢，可以通過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和公眾號，那也可以通過呢在抖音搜索"愛情保衛戰"的官方賬號和我們取得聯繫。記得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用，小心上當受騙。我們來看看這組嘉賓他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啊！來，請開門。女生我相信肯定是男生也不会出來了，男生也没有脸出来了，男生会来求复合的，男生他求复合的，他会出来。哎，你回来了，那快走2步吧。我還是想再試一下。準備怎麼試啊？就是我以為他會再出來的，還會心軟的。我倒是建議啊，如果你真的是對他還有感情，還有一些愛意，不要再去找他了，給他一段平靜、修復、成長的時間。如果你們真的有緣分，或者真的4年的感情是有積累的，也許有一天你們還会再相見，但是會不會相認，我就不知道了。希望你們這麼年輕的年齡啊，能夠在這個相對快樂的這個軌道上彼此滋養啊，或者說各自成長，好吧？好的，老師。好，再見。好，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組嘉賓他們的情況吧。啊，來認識一下這組嘉賓。本期第2對情感嘉賓，小王21歲，來自河南，學生；小孫21歲，來自河北，學生。那麼，他們又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你在這段感情中是什麼狀態？我感覺我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兒，處理不討好，根本不受重視。我一直被控制，總是被甩臉色，受委屈的總是我。你的訴求是什麼？我希望他可以多理解我，接受我的瑕疵。我這麼愛他，他為什麼就不能多愛我一點？
我希望他能多信任我一点，多站在我的角度考慮問题。他能做到吗？第一次听到一个小男生21岁说自己是受气小媳妇儿，那小媳妇儿你先说说吧，咋受气了？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只要我做什麼事兒有一點點的不合他的意，那他就不領情，有需要的時候才找我，沒需要的時候我就查無此人了。我也沒多高要求，那平時小事也就算了，就連見父母這種大事也是就馬馬虎虎不上心。見你父母那2次有什麼問題嗎？就見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遲到早退的。什麼情況？那第一回怎麼回事？就第一回就是，然後我爸媽大老遠來看我說請他吃頓飯，他也不早來，然後來了之後吃一半走了，那不就是不重視嗎？那幾天我都早上一直在忙，而且當天下午呢約了保潔，都已經是提前安排好的事情。他父母說要跟我吃飯，是提前半個小時才跟我說的。當時我在那邊正忙着呢，我就跟那邊的領導請假，我說我中午有事我得回去。我覺得就這樣過去了，他就說那你怎麼都不重視我，來這麼晚。我到那裡我就跟他的父母說了，今天我下午安排的還有別的事情，因為也是臨時通知，我可能不能陪您一直吃到最後，請您見諒。我覺得這樣說也沒有問題了吧？什麼事兒啊？就是下午保潔要上家裡去打掃。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啊，那孰重孰輕啊？反正這件事姑娘不滿意了哈。還有一次見父母也不高興。第2次也是我跟他說好了，說父母來，特意還去了他家附近找的飯店吃飯，跟他打電話說要到了，臨了睡了一覺他才過來，我們都點好菜都要吃上了。當天你又跟上次一樣，明明那早上我要去練車，早上5點多就醒了，回來之後你給我打電話，我父母還有1個小時要到，那我想着還有1個小時到，我稍微眯瞪一小會兒，結果這一覺就睡過去了。到飯桌上我也是積極的和他父母找話題，走的時候我感覺大家都其樂融融的，並沒有他說的那麼嚴重。那正常來說見父母不應該是你先早到嗎？鬧鈴也不定直接睡過去了，因為為了睡覺遲到，你覺得這件事離譜不？行，那且算第2次我錯了。那你去見我父母，你覺得你對我上心嗎？第1次見我的父母，哪怕在家我多做家務，我做飯我全包了，你在我父母面前應該裝一下吧。我一天也就讓他給我倒了2回水，然後他就這樣。因為當時我們是一個樓上樓下的，樓下是一個我們家開的店，樓上是我們住的區域，就我來回上下跑。再說你媽幹活的時候，我都每次都問了，我說阿姨要不要我幫你啊？刷碗的時候我都有機會我就刷了，根本就不是他說的這樣。我媽客氣了一下，就這1次，他就再也什麼也沒做過了。再說，那你父母說了，樓下都是客人，讓我們少下去。反正就是他錯，他有理，我錯全怪我。行吧，剛才男生還說了一個什麼需要你出現的時候必須出現，什麼不需要的時候就不出現，這是什麼意思呀？我們畢竟學生還是在線上聊天更多，見面的比較少。就是他一有事情啊，你能不能幫我做個 PPT 啊？你能不能幫我送個東西啊？這時候我就有求必應。然後呢，我平時說，我想你了，晚上能不能給我打個視頻？找不着人，一弄就是3、4個小時，甚至7、8個小時不回我消息。那應該3、4個小時，但是多長時間？在外面我就不怎麼看手機，或者有時候收拾東西、洗漱、洗澡什麼的，我也不咋看手機。洗4個小時？哎，老師，我今天可是帶着證據來的。哦，還有證據呢，我們看看。你看，8點12的時候，他給我打視頻，我沒有接，因為當時我在打球，打完球我去洗澡了。後來我給他解釋，我是8點12給我發消息，8點54我回給他，大概40分鐘。到後面10點半給他發消息不回，一直到幾點？一直到11點12才回我。然後他說，還是個對方已拒絕，你給他打視頻。對，這就是我最生氣的點。你說你在忙，你拒絕，你給我發下我在忙，等一會兒。他就根本不解釋，就因為我跟別人說話呢，突然來個電話，我再接肯定很不禮貌。那你跟他說一聲，說我跟別人說話了，待會兒回給你。那我跟別人說說話，再看看手機，摳着手機，我感覺也不太好。對，所以我感覺他根本不在乎我。這後邊這個呢，也看不清時間。後面到了10點48，我又給他發消息，我說我想你了，你理我嘛。11點12發消息，他說在洗漱，洗完了找你。那這時候我肯定說我等你唄。結果。這是到幾點了？凌晨1點半，他回我，你敢信我現在才上床？當時我都帶着氣睡了。我覺得他根本就不在乎我。這中間隔了多長時間？也就2個小時。去洗漱洗2個小時，在學校宿舍，你宿舍是皇宮啊，你從你的洗漱走回來要2個小時，然後你覺得合理嗎？
那本来洗漱又洗衣服又洗脚的什么乱七八糟事就要1个多小时，然后洗漱的时候又碰上个同学，就聊了会儿天就聊晚了嘛。那你明明知道我在等着你。我替女生说句话，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报復性的小脾气，就是不想回，我生气了，我就不回。对，我就生气了。确实没啥，因为我也没咋生气。哎，确實是沒看到。這個是也就2個多小時，有沒有更長的讓男生更受不了的呀？那就再換下一張證據。還有呢7點半到10點半3個小時，就回了我倆字兒不去。到11點15，他回了我一個視頻。那其實按理來說，回我一個視頻就好像在無理取鬧了。但實際上他回我視頻是怎麼回的？我剛洗完澡，我在酒店呢。不打了。然後就打了1分52，然後就掛了。就這些看起來是他可能對你愛答不理。那他有沒有什麼情況下是讓你本身你知道他這個事兒去做的這個事兒你不高興，然後他還不理你？有，他夜不歸宿騙我。那也不是什麼大事兒啊，跟他說就在宿舍呢。然後後來臨時決定跟朋友出去玩，出去之後我就想之前有一次跟出去，然後跟他說，他就不高興什麼的，大半夜又發什麼小作文，弄得我大晚上也不開心，然後你也睡不着覺。然後到第二天早上我也跟你說了呀。所以這事兒吵架了，生氣了？吵架生氣了。後來我就說，你這個社團的朋友到底都是什麼人啊？天天夜不歸宿，又出去玩，又唱 K， 一弄就一晚上。我說這都是好人嗎？後來我有一次，因為那次吵完架了，他又說我要出去。我說行，這次你帶着我看看都是些什麼人。然後我就跟着他去了，跟他們玩了一晚上。其實感覺也就是真純癮大。那老師您說作為一個男朋友，我有權利跟他報備嗎？法律上沒有，情理上還是應該提前說一下的。哎，姑娘，你就不怕他一生氣就不跟你好了嗎？那他不會啊，那他跟我提分手啊。啊，他跟你提分手啊？對啊，後來又是跟他這個社團。他說是這周6他們出去玩。就晚上他跟我說是一定會回去的。我給他打視頻幹嘛的，他回消息很慢，又是那樣2-3個小時一回，2-3個小時一回。那當時我又有情緒了，到晚上7點多，我說我想引起他的注意吧，我就給他拉黑了。拉黑之後，到晚上10點，我給他拉回來之後，他給我打視頻啊，我們分手吧。那在我看來，你都給我拉黑了，那就是要跟我分手唄。那分手了怎麼回事啊？後來分手了，我當天晚上我在家裡哭的，我又眼睛跟那個燈籠魚一樣。你哭啊？我肯定哭啊。後悔了？不是後悔，我覺得傷心、委屈。第二天我就早早的回學校了。回學校之後，我那舍友看我這茶不思飯不想的，給他發了個消息。他說：“那行吧，咱們再見一面。”見面之後，他開始哭，他心軟了，說：“我們復合吧。”然後我一見他哭，我又心軟了，然後就復合了。而且更過分的是什麼？他當天晚上跟他的舍友還是夜不歸宿，第二天轉戰歡樂谷，歡樂了一整天，發朋友圈把我屏蔽掉。那你咋知道我歡樂？那我肯定也是難過的不行，那也不是為了轉移注意力嘛？難道跟你一樣，我在被窩裡哭一天呀？反正他怎麼說他都有理。你重視他嗎？我重視他，但是你看生活中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事兒，我不可能把重心都放在他身上。你怎麼重視他的？舉個例子。就有時候我要是只要一有空，我都是去找他，跟他出去玩什麼的。那小伙子他重視你嗎？我覺得這就是我為難的點，就是我感覺線上就我總是永遠感受不到他被他重視。那線下呢？就是到了線下吧，他又很熱情，其實玩的還挺開心的。但是就是這樣，線上線下冰火兩重天這種感覺讓我現在非常難受。那我問一個問題啊，這女生你是和男生之間線上啊遲延回信息啊，遲延接電話了，僅僅是針對他，還是說和別人也是這樣的？他就是針對我，他不是說他忙嗎？他所有的學習上的、工作上的事情他都能回，那消息99加他每條都看，唯獨我的他不行。那你同學之間呢？同學之間那有要緊事肯定就緊着回了。那他每次找我就是說今天吃啥了，吃飯了，然後打球了，給我發張照片，我也沒啥可回的呀。那情侶之間不就往往就是這些事嗎？瑣碎的事在交流嗎？比如說你重要的時候啊，生日啊，或者是你這個身體不舒服時候啊，他對你的這種關注度你滿意嗎？你說這我更來氣了。我過生日不說什麼大事，你該重視一下吧。
他給我買個生日禮物是個抱枕，然後我說好，我挺喜歡的。結果他有一次我給他帶回，他用了用，說不行，我覺得不好，他給退掉了。退掉之後我什麼也沒得到，過個生日就相當於他給我買個禮物，然後自己退掉了，因為自己不喜歡。這樣還有什麼嗎？我生病，我難受的時候，我給他發消息，我說我發燒了，他就然後哭，就這種很敷衍。那我又不是神医，那我說兩句你就能好了？那過了那麼1-2周再提起這事兒，啊，你發燒了，我怎麼不知道啊？那我就你問那一瞬間沒想起來，毕竟都過那麼久了。所以今天来你們的訴求是啥？是誰要來的？其實我俩都想来吧。哦，那是你说说。我感觉他对我控制欲太强了，而老是就是要求这要求那儿的，就我感觉就几個小時沒回消息也很正常。然後我感覺他還是對我不太信任。然後就是希望他就是在一些大事上，比如對我父母什麼的態度能好一點。這是你的訴求。那他做不到呢？那你還要他嗎？我要考慮考慮。男生，你的訴求是什麼？那我的訴求就是希望他不說線上線下一視同仁吧，至少不要讓我落差那麼大。我覺得我做的已經夠到位了，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了已經。我就希望他可以為了我去改一改。不改，那我也只能苦笑了，那也沒有辦法了。那你就接受了是吧？那我只能接受了。那得了，解決了，这還有什麼吵的呀？說過狠話嗎？互相沒說過。那最狠的是什麼？最狠的拉黑。你要对，最狠就是拉黑了。你要是再不回我就不理你了，可能就是這樣了。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決？然後聽聽老師們的建議。從面上看，你們這一段感情一邊是火，一邊是冰，你看不到他對你的愛嗎？反正在線上看不到，線下呢？線下其實也能感覺到，所以當然了，我們為什麼要把線下、線上分得如此的涇渭分明？或許就是性格，就是習慣。他認為在線上該回的內容我回，我不表達，但是他把愛釋放在線下，難道就一定錯了嗎？男生說自己是小媳婦，很顯然你是樂此不疲的去當這個小媳婦，你認為這就是愛的表達。但是呢，在他眼裡變成了一種負擔。當然兩個人有一些是有磨合的地方的，也是有改進的地方的。一對小戀人，我認為我們就從相互遷就開始。謝謝。你們不是雙方都見了父母了，是吧？雙方的父母反對你們這個各自交往嗎？我父母是不反對的，只要你們兩個願意。您的父母呢？我父母倒是也不反對，但是因為之前2次見面他表現都不是特別好，所以就不是很滿意。我覺得你們倆啊，還比較般配。我先說男生吧，線上的女生呢，雖然有遲延回復，但是有一點是這樣的。它本質上沒有錯誤，這是關鍵。但是女生這邊呢，你需要調整一下。戀愛之中、生活之中，其實就是這些瑣碎的事。雖然你們發生了這個拉黑的事件，後來不也和好了嗎？這說明什麼？說明你們倆的感情基礎還在。最關鍵是你們倆發生了矛盾和糾紛之後，你們的修復能力還是比較強的。綜上所述，我建議你們還是走下去。我和2位男老師觀點一點都不一樣。哪兒愛啊？我沒看出來你們愛啊。我覺得女生你只是愛自己，或者說你只是愛你倆相處當中你覺得舒服的那一部分。你愛的不是這個人呢。我就覺得旗幟鮮明，你倆根本不合適。你倆是一個在線上火熱，一個是冷落了他的熱情，在愛情當中就有錯。男生你也別老說他有問題啊，他就在乎線下的感受。他就希望我的男朋友見我的爸媽的時候，早到，安排好，朝氣蓬勃，是吧？做一個好男朋友的樣子。你怎麼做的呀？保潔來了，你都好意思說這是個事兒？這不應該是我愛我的女朋友，她爸媽來了，我這下刀子我都得去。你線下也不在乎人家呀，你只愛你線上那種黏黏糊糊的所謂的感受，你根本不愛線下他的需求，完全對不上嗎？我一個喜歡現實的交往，我一個喜歡線上也要熱絡，彼此需求不同。2，
彼此只在乎自己的需求，不在乎对方的需求，也就是不夠愛的表現。所以既然這2點我說了都不般配，何苦在這兒男生小媳婦兒一樣委委屈屈的說人家不理你，女生也是，虽然話不多也說了他不夠重視我，他對我爸媽都不重視，沒必要嘛。你們那點愛情當中的需求我覺得一點也不多，所以還不如早點分手，祝福彼此。謝謝。我倒是觉得呀，你们2個還挺互補的。如果能夠熬過眼下啊，當然也有未来幾年這個磨合期，未來真的到了生活上，哎，可能還會有相對互補的狀態。就5個小時不回信息啊，換我啊，一邊兒去吧。你剛才說2個人不是一路人，但是完全可以一起走到愛情的路上。行吧，男老師繼續。可以磨合好的，只是需要的時間可能長，累死了。你們如果能熬過去就行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呢，也可以縮短這個時間。其實现階段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男方會有很多的情緒或者想法，男方當下的需求是什麼？是被看見、被回應。但女方的需求不是，女方的需求是空間感、舒適度。2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是很好的，感受也不錯。哎，一旦分開了，就好像是在你追我趕的一個過程。小伙子啊，確實是你的需求更多的在表達上啊，他的需求呢，他感受到愛更多的是在生活中。所以這一點是核心的差別點，你們回頭好好思考一下。給女方的建議啊，要重視每一個小事兒，小事兒都是累積。如果你們真的想在一起，這個觀念上要有所調整。然後給小伙子的建議啊，你要建立一些情緒邊界，你要區分清楚感受和事實。其實更多的他是不會表達，他不是不愛，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啊，也要給彼此留出一定的空間啊。好吧，就這些。謝謝西大。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來解決情感問題啊，有個特別簡單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們在微信公眾號當中搜索西大並添加關注，那記得回復愛情保衛戰幾個字，會獲得我們這個粉絲的專享禮，那為您的愛情保駕護航。我覺得是相愛的，但是呢，你用1年多的時間先明白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並且給到對方心裡要的那個點，時間有點短。姑娘，我在這兒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啊，報考大學的時候就是特別想考到外地去，是嗎？是。我再冒昧的猜一下，你的爸爸媽媽在撫養你長大的過程當中，一直都在朝着一個標準的、優秀的、非常完美的女孩子規規矩矩的要求和養大着的，對嗎？對。希望你懂事，希望你優秀，包括你今天站在這裡這個髮型，我都覺得是一個很老派的家庭當中去養出來的一個特別乖乖女的樣子。所以我看到的是一個高焦慮的你。你看他跟你之間的這個表達，說你見了他父母2次面，這2次面都讓他的父母不滿意。為什麼不滿意？因為你在很多細節上做得非常不懂事。如果換作他可能會把這些事情都會處理得比較好，去呈現給他的爸爸和媽媽。他是在這樣一個家庭當中長大的，但是他為什麼要堅持考到外地的大學裡？我不得不說，這當中有一點點想要去出逃。而你這樣線上的這種公事，特別頻繁的這種溝通，他是真不想回答，因為太像他爸媽了。為什麼在線下的這種溝通當中，他會表現得很熱情，也很活潑，很開心？因為他在真實的交流裡，他可以去做自己。但是在線上，你看起來是關心，其實是捆綁，是控制。但是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其實要的就是你能允許他去做一些他想要去做的選擇。你要給他的就是那些真實落地的生活，而不是線上不停的這樣的一種催促。這個東西聽起來是細膩的愛，恰恰加重了他的焦慮，也加重了他的出逃。所以你在他身邊出現，不要以父母的姿態出現，也不要以父母的替代品的這種角色出現。你要讓他覺得在你身邊他是被允許自由的。那這樣的一種愛才會讓你們未來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生長。所以我覺得1年多有點短，再給自己一點時間，好嗎？聽懂了沒？聽懂了。好了，先回到各自的門後，看看你們最終選擇會是怎樣。
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的情感導師會來到直播間解答您的情感困惑，還有機會連麥互動。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呢，可以通過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和公眾號，那也可以通過呢在抖音搜索愛情保衛戰的官方賬號和我們取得聯繫。記得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用，小心上當受騙。我們來看看這組嘉賓他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啊，請開門。因為出來是沒有問題的吧？大家苦口婆心的勸啊，應該能出來吧？哦，來了，女生为啥不出來啊？女生不出來？喲，你有想到過這個結果嗎？其實我剛剛想的是他應該還是會回來。那你覺得他不出來代表着什麼呢？可能他不願意再去改變吧。那我覺得他既然不願意改變，我也可以理解他。那你願意去適應他嗎？就像老師們說的，多磨合，繼續努力。如果我不願意適應，我也不會再來這裡了。你可以完全再努力一次，不要像上一次在家裡嚎啕大哭。我真的勸你啊，孩子別使勁兒了，人家都選擇了，就是他不願意繼續出來，他不願意調整。我覺得很大一個層面還是覺得這樣的感情挺辛苦的，他也辛苦，你也辛苦啊，沒關係啊，其他老師都支持你。我到現在依然支持你。那相信你們還是有一定感情基礎的，何去何從你自己來決定，好嗎？好，再會，加油。真的，女生除了門不夠，還要一個台階。好吧，年輕人的戀愛其實有很長的道路需要去磨合和尋找更適合自己前進的方向啊！也希望他們不管將來是在一起還是真的分開了啊，能夠祝福彼此的生活。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進入婚戀新說法。我是一個私生子，是否有權利繼承我生父的遺產？如果能繼承的話，我能分多少？根據民法典第1071條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都屬於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所以啊，你有權繼承你生父的遺產。如果你生父沒有留下合法有效的遺囑，那麼遺產將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執行。你與生父的配偶、婚生子女以及父母原則上均等繼承遺產份額。但如果你生父留有合法有效的遺囑，那麼遺產將按照遺囑的內容執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既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收穫來源，那麼遺囑應當為你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感謝老師們的分享，我們下次節目再會。